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自己进行合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那上次的影片有人问我说 ，iPhone 可不可以进行长途截图？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几个 App 可以让你这样做。对，你需要使用一个第三方的 App。其实，在 Android 它有一些内建东西可以让你进行长途截图啦。可是 iPhone 目前就只有在 Safari 里面可以这样做。如果很多是新使用人还不知道怎么做的话，就可以先介绍给你们看，怎么在 Safari 里面进行长途截图。那其实基本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啦。你就是在任何页面，那你就按下要截图的键，截图。点进去截图这个选项里面，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整页的模式可以让你选。那你可以看到它就进行整页的截图了。大致上这个就是在 Safari 里面可以这样做。那如果说在其他的 App、其他的地方，你想要进行这种长途截图的话，目前是没有办法的。OK， 那我们要怎么进行整页的截图呢？那这边有3个 App， 那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有一个 App 它是结合这2个方式都可以让你截图，可是那个是要付费的。那我另外找了2款是不用付费的 App， 然后就是大概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 App 叫做 Tailor Screenshot Stitching。那这个 App 的话，它的方式就是让你还是要一张一张的去截图，可是在你进去之后，它会自己感应到，你有几张截图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它就会自己进行合成，就大概展示给你看。比如说这样，这边一个很长的一页，那我们就先截一张图 ，OK。那你在第2张截的时候，必须要保留一些第1张底部还有的部分，这样它可以感应得到。在下方，好，那这样所有的进行截图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 App。然后它再自己进行连接，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自己进行合成，效果表现的还不错。那其实我刚在录制的时候有失败过一次啊，那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，它就中间在接的地方有点怪怪的。那我有回去检查截图的部分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都有接到，所以它可能就是有时候系统有点问题。那我刚在尝试在要去调整的时候，它整个 App 就当掉。可是以免费的 App 来说，我觉得表现还是算不错。OK， 那你这边如果要储存的话，你就按下 Share Save Image。然后这样就会储存到你的 photo 这边。他刚刚讲的说会有浮水印，其实就是在它最下方这边，它的 app 的名称啊这些东西在这边。可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大问题啊，就算你要留着也没有关系。那或者是你事后再要用编辑啊，要去裁切的方式去把它裁切掉，我觉得这个都还蛮简单去做到的。OK， 好，那第2个我们就来讲这叫做 Scrolling Tailor。那这个 app 它用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它需要用到影片录制的方式去进行截图，可是它的效果也是真的还不错。OK。那虽然步骤多了一点点，可是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。那我们就来介绍怎么使用它吧。那它的方式，它就是用萤幕录制的方式，然后去进行截图。所以这种时候，你就要在开启萤幕录制之后，再去浏览什么方式你觉得比较方便，你就可以在比较之后自己再选择咯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到刚刚我们要截图的这个 App Store， 那我就展现给你看这个要怎么进行截图。那这边你就要在右上角向下滑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萤幕录制的这个选项哈，这个在控制中心。那如果你这边还没有这个萤幕录制的选项的话，你就要到设定里面的控制中心。那这边确定把萤幕录制这个选项加进去。那有的话你就回到这边，那我这边就进行一下操作给你们看。你就右上角向下滑，这边看到萤幕录制的选项，那你压着不要放。那你这边可以选择你要录制的 App。那我选择这个叫做 Scrolling Tailor， 那它的中文这边跳出中文叫做滚动截屏，然后这边选开始直播，那我就赶快跳出去 ，OK， 那这边就开始录制了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开始滑 ，OK， 这种时候再回来这边停止，那你再回到这个 App 里面。好，那你这边跳进来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截图好了。那可以保存之后，可以再进行不一样的裁切啊、文字啊、涂鸦这些在里面都可以完成。那如果一切都 OK 的话，你就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保存起来。那你就回到你的照片里面，这2个都是已经截图好的。好，那整体下来的结果呢？我目前用到现在，我觉得2者虽然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可是基本上都还算蛮稳定的。Tailor 这一款，它要自己进行一张张截图的方式，就是我觉得稍微麻烦一点点。可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截图的部分，那这感觉起来好像会比较可靠。可是当你进去它要合成的时候，有时候它又会失败，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。
OK， 那这个 Scrolling Tailor 这一款，它是用萤幕录制的方式。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在开启萤幕录制之后，你要比较紧张的要跳回你要截取的页面。那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，就是在我滑动萤幕的时候，它就突然停止录制，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。那这种现象基本上不算非常常发生，可就大概10次里面有1、2次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衡量哪一个比较适合你。那这2个 App 或者这一类 App 的选择，就是我目前要进行这种长途截图的时候我会使用的方式咯。OK， 好，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。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按赞跟分享。我是苹果店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。